关于包含与抚养权的归属问题，本庭今天先进行庭前调解，请双方保持克制，争取调解成功。下面请原告先讲。我首先不承认我的孩子叫包浩宇，我是孩子的亲生父亲。按照咱们中国人的习俗，我觉得理所当然，我的孩子应该姓刘。你有这资格吗？你配得上父亲这2个字吗？毛毛是我的儿子。亲子鉴定书你看过了吧？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。离婚协议上也写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就算亲子鉴定的结果毛毛是你刘光耀的，你们刘家人也不得和他见面。我承认，可事实上我们跟孩子见面了，也交往过。我觉得离婚协议书上的协议也是可以修改的。耍赖是吧？耍赖谁不会啊？我告诉你们，你们再也别想见到毛毛了。见不见得了孩子不是你说了算，那是法律说了算。你早干嘛去了？早干嘛去了？现在认也不晚，任何时间认也轮不到你当孩子的爸爸。还姓包呢？你凭什么？就凭我是孩子的妈，我有权利让我儿子信我现在丈夫的姓。于小强啊，你怎么可以把事情做得这么绝呀？退一万步说吧，哪怕孩子跟着你姓于，我都认了。你们爱认不认？我只知道我生毛毛，我们娘俩面临生死的时候，你们在哪儿？冷酷无情。请问你们现在有什么资格在这指手画脚的？小强啊，孩子都2岁多了，你还不让他认亲生父亲，你要瞒他到什么时候？我从来都没打算瞒我儿子，不然我不会去做亲子鉴定。孩子长大了，自然会知道他的亲生父亲是谁，这不是问题。问题是你们现在要夺走毛毛的抚养权，那是不可能的，我也绝不会答应。那还谈什么？那根本没什么好协商的嘛，一点点余地都没有了嘛。谁会和你们协商啊？如果你们不撤诉，这官司就一直打下去，狠命打，直到你们败诉为止。打就打，我就不相信打不赢你。打！我们愿意奉陪到底。你们为孩子想过吗？等他长大了，知道你们挑起的这场官司，他会原谅你们吗？小强啊，我们都是为了孩子好。你们的条件带得好孩子吗？把孩子交给我们，我一定给他最好的条件、最好的环境来培养他，这才是对毛毛好啊。再好的条件，
再优越的环境，也不如孩子跟着自己的亲妈好。有妈的孩子像个宝，这一点你应该心知肚明。好啊，于小强，还真是我说一句你顶一句啊。你眼里还有我这个长辈吗？没有。你们要夺走我的孩子，我当妈的眼里现在谁也没有。我绝不允许任何人夺走我的孩子。你这话说的就不对了。什么叫任何人？你是孩子的母亲，我是孩子的父亲啊。我才是孩子的父亲。咱们讲话讲点科学好不好？遗传基因里有你的吗？等毛毛长大了，就一定会有我现在丈夫的遗传基因。不信我。周律师也是，我叫他不要协商，直接上法庭，他不听，非要协商，结果什么？不成了吵架了，最后还不是就裁定了择日开庭。唉，法律程序嘛，他们也得走个过程。你看那个包家明有多嚣张啊，在饭店对我好，全是装出来的。那您说小强呢？一点面子都不给咱们呀！这离了婚的女人真可怕。可你别说呀，小强说的有一点还是有道理的。你说孩子将来长大了，会不会为了我们打官司的这件事情，他怨我们呢？我跟您讲，这官司打赢了才是硬道理。您说那话对，咱们可以给他最好的成长环境。真等孩子长大了，我觉得他会感激咱们的。那万一要打输了呢？妈，你们回来了。哎，哎呀，太好了，正好来。妈，老刘，你们看看这个，喜欢哪个？这是什么？我今天呀去了一趟福利院，我看这几个孩子不错，你们一起来看看哪个好。你等等等等，雷欣，你想干什么呀？我是这样想的，既然我暂时生不出孩子，不如我们先领养一个吧。你们看看喜欢哪个？哎呀，兰心呐，你是想气死我是不是？妈，我是想给您抱个孙子，我怎么会想气您呢？你一开始就糊弄我，你能生双胞胎。你现在一个都生不出来，我也不要求你。我已经有孙子了，你就别添乱子了，行不？妈，您别嫌我说话直啊。那孙子您要得回来吗？我看够呛。当然也怪我，过门这么长时间了，也没给刘家添个孙子，所以我就想啊，不如暂时先领养一个，一能证明我是个好妈妈，二这孩子一进门就能管老刘叫爸爸，省得天天听着老伯伯怪闹心。第一，我不需要你证明你是不是个好妈妈。第二，毛毛总有一天会喊我儿子爸爸的。来，谢谢。你真的去过福利院了？骗他们的，那些照片都是网上当的。我就是气不过，我想看看他们什么态度。那结果呢？当场翻脸呀！这就是你的不对了。他们想要回孩子，主观愿望并没有错。你说你要是能大度一点，把毛毛当成你自己的孩子，那说不定你老公跟你婆婆能对你另眼相看呢。怎么可能啊？我算是明白了，在他们这个家里啊，生不出孩子就永远没有地位，做他们家媳妇儿真倒霉。
那这样吧，再去找于小强试试看。找他干嘛？让他放弃孩子的抚养权？天方夜谭嘛。谁让你去说这个了？你不是跟我说于小强现在是他们妇产医院的什么什么主管吗？哎，我听说啊，他们那儿有国外一流的妇产科医生，说不定柳暗花明呢。我不去。你为什么呀？那金圣手不也是于小强介绍给你的吗？我都怀疑他是不是不怀好意，想在全世界人面前宣布一下我生不出孩子，他生得出来，故意出我的丑。哎呀，别把别人想的那么坏。按你这么说法，那于小强是为了看你的笑话把金圣手介绍给你。那万一金圣手把你给看好了呢？他不就搬了石头砸了自己的脚？怎么会呀？正合他意。我要是生出孩子来了，老刘就不和他争夺萌萌的抚养权了。哎，这不也正合了你的心意？给我看这个干嘛呀？我昨儿去了这个地方，那儿的房子挺好的。看房子干嘛呀？买呀，我们俩要买房。我要给你们娘俩买房的。哎呀，我是这么想的，咱们现在住的这个地方，明年就到期了，我怕到时候房东会乱涨价，咱们得提前做个准备。而且毛毛也越来越大了，这地方住的有点局促。况且他以后还要上幼儿园、上小学、上中学，教育环境很重要嘛。你看，他这周围都是名校，这是一个学区房。我不是一时冲动啊，我做这个决定，我是高瞻远瞩、深谋远虑，一切都是为了毛毛的未来着想。你有钱吗？我没有。那你是在给我画饼充饥呢？怎么这么说话呢？难道你还有私房钱？我要是有钱，我恨不得全给你，我哪来的私房钱啊？那我们怎么会有钱买房子呀？我给我爸打了个电话。你问你爸借钱？哎，你干嘛呀？我不就问我爸借钱吗？我又不是去卖肾。我别说卖肾，说的我心里好难受。那也是啊，为了你的幸福着想，我也不能卖肾啊，是吧？你滚！你是怎么想的呀？我们现在为什么要买房啊？老刘和高红不一直说，他们能够给毛毛提供优越的成长环境吗？我就是想让他们明白，他们能做到的，我包家明一样能做到。老公，你为什么这么好？但是我不会让你问你爸借钱的。我觉得我们家现在特别好，我们家角落那灰尘里都是有温度的。将来住进这大房子里，说不定还不温暖了。我觉得我们现在就靠自己的能力挣钱。我跟着你，我叫鲍于氏，我们的儿子叫鲍航宇。就是你有一天要饭，我们俩也跟着你去要饭。我也绝不会让你去做违心的事情。当年你离家出走，都不肯问家里借1分钱。现在为了我们，还有这样的想法，但是我也绝不会让你去做这样的事情。怎么在外面呀？进去坐吧。不用了，你答应见我，我已经很感激了。你能主动来找我，一定不是什么小事儿吧？是这样的，前2天我喝多了，是鲍家明把我送回去的。喝了那么多酒，也不知道有没有说什么过分的话。我想请你帮我转达对他的歉意和谢意。这也不是什么大事儿，佳明回家都告诉我了。你不是专门为这件事情来找我的吧？
我是专程来谢谢你的，谢谢你不计前嫌，给我介绍了金顺手金医生，非常感谢。看的情况怎么样？金医生怎么说？基本判死刑了。真的吗？这个忙我也没能帮上。是我自己运气不好，可是我还是不甘心。今天我是想来求你，好人做到底。我听说你们医院有很多专家，还有许多外国专家，能帮我介绍一下吗？好吧，我想一想吧。我联系好了给你打电话。谢谢。阿信小姐，我不能保证你一定可以怀孕，但是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。我希望你能配合。啊，我一定配合。你首先要停掉所有中药跟西药，在做试管婴儿之前，你要做个正规的治疗。前期的检查费用会比较昂贵，你能接受吗？大夫，我接受，多贵我都接受。哎，U 酒馆受理是他的亲属啊。是吗？他真的说我是他的亲属？难道不是吗？她的前夫是我现在的丈夫，不知道这算不算亲属？很奇怪是吧？没有，只是有点意外。当初他离婚，多多少少都有我的原因在里面，这点我不避讳。你可以放心，我是医生，我有职业道德，绝不会影响我对你的诊断跟治疗，我也不会过问你的私生活的。我可以了。不必每次都这么问吧。哎，你看，我虽然跟你一样用筷子，何必跟我一样呢？你用刀叉不挺好的吗？我怕你笑话我嘛。哎，我能不能跟你说说话？中国有句老话叫“食不言”，你听说过吗？吃饭的时候不能说话。我小的时候吃饭说话，然后咕咚就把一个桂圆给咽下去了。哎，我小的时候也咽下过一个玻璃珠子啊。后来呢？开刀了。第二天早晨上卫生间就没事。哎，但是如果你还是介意的话，我可以听出那句老话。我吃不下了，你慢慢吃。哎，那好，我可以跟你讲话了。你吃完再跟我说吧，我也没那么着急。我不能耽误你休息的时间嘛。那你说吧。南星小姐的丈夫，就是那天跟你吵架的人吧？你怎么也这么八卦呀？是他跟我说的。他说你们离婚，多少跟他有点关系。他这样对你，你还帮他，我真佩服你。他怎么会跟你说这些呀？那些都是过去的事情了。一个女人特别渴望有自己的孩子，这种心情我也是能理解的。您是这方面的专家，就麻烦你多为他费个心吧。看来，除了快乐真漂亮、真有气质、真善良以外，还要加上一句：
你真大气。 50岁以上的女人可以这么夸她。今天晚上开始跟我学英语。哦，那件事情我已经想过了，我觉得我还是自学比较好。啊，你想反悔啊？来不及了，我已经跟院长汇报，他很支持我的想法，所以现在这次工作不是试试。天哪，整了这么大动静儿。那好吧 ，Tonight begin。 Good。哎，这小强姐现在天天晚上都要学英文。135。你英文不是挺好的吗？我记得过了6级了。他那老师是60级的，人家是 ABC， 英语是母语，我能跟人家比吗？我还以为开外挂了呢。哎，老师男的女的？男的啊。男的？那你不担心啊？有什么可担心的呀？有什么可担心的？现在全世界最流行师生恋，你们家于小强长得那么有魅力，是吧？哎呀，这2个人天天在一块儿啊，日久生情。别怪我没提醒你啊，这没个火花还有个火星的。你是认真的吗？我当然是认真的，你就应该给那男的点颜色看看，让他知道你的存在。 那不是显得我很小气吗？哼，你现在窝在这儿你就大气了，你也不看看你自个儿。哎，今天魂不守舍，一把都没赢过。哎呀，哎，我又进球了。你是在侮辱你的对手。我甚至不补。哎，太没意思了，不玩了，不玩了，回去。 那就给他点颜色看看。弗兰克，你该叫我老师了。你已经上课了吗？哦，弗兰克老师，以后真的不用再送我回家了。哎，我也是顺路，举手之劳嘛。还是挺麻烦的，以后真的不用再送我回家了。你别跟我客气，你是叫我老师嘛，没事。 See you tomorrow. It's nice to be with you. What? It's nice to be with you. Okay. 你是听不到还是听不懂啊？ I don't know. 没关系，我可以翻译给你听。课外的东西就不用给我翻译了。 这句话，我还是想翻译给你听。Recedes for now. 你说到底是谁把你弄得一头雾水的？哦，不对，是2头雾水。你一头 ，Frank 一头。你说人家跟你无怨无仇的，干嘛要搞你们2头雾水呢？哦，肯定是你们在玩火，玩的引火上身了，所以那名消防员要给你们灭火。你是不是脑子进水？刚才明明是你们2个脑袋进水。告诉你，包嘉宾，
我要给你讲一个道理。你还给我讲道理？什么道理？如果你想让我这样子，我就一定要那样子。啊？这什么道理啊？就是这个道理。于小强，你想给我讲道理，你能不能把这个道理说清楚啊？我说不清楚，但是我想说什么，你心里明白。我睡觉去了。你给我回来！坐这儿。不。我数3，1、2。刚刚那盆水是我浇的，我就是那一名消防员。我这么做是为了让 Frank 明白一个道理：他越是想那样子，我就偏让他这样子。这个道理我讲的比你明白。我知道你心里一定清楚，我相信 Frank 会更清楚。我要睡觉去了。你今天晚上跟我睡吗？我要问你个问题：什么动物的牙齿是黑色的？我告诉你，那只动物叫 Frank。来，跟爸爸妈妈再见，来，跟爸爸妈妈说再见。再见，妈妈再见。爸爸妈妈再见。乖孩子，哎，再见再见再见。跟爸爸妈妈飞一个好不好？来，飞一个，会不会飞？1、2，好了，行了，快上班去吧啊！我迟到了啊！你自己也小心点吧。哎，爸，你多照顾自己啊！放心吧啊！好了，拜拜拜拜。好了好了，再见啊！哎，我关了。啊，我关了。好，再见。再见。我走了啊。哎，我跟你商量事儿。我这两天想去向崇明把毛毛给接回来。毛毛现在在我爸那儿挺好的嘛，小管回家相亲去了，你一个人带我还不放心呢。我一个人在家里待着，特别的寂寞，特别的孤单。毛毛接回来呢，我白天可以陪着他玩，晚上呢我就抱着他去单位等你，是吧？你想象一个那个画面啊，你挑灯夜读啊，爸爸抱着孩子等妈妈下课，多感动啊！我总不能什么事儿都不干吧？你还想干什么呀你？昨天晚上浇我们一头水还不够吗？你这我们说的好顺口啊，那是不是我包家名城局外人了？你怎么那么不信任我呢你？我烦死了我。It's nice to be with you， 这是昨天那个 Frank 跟你说的英语。哎，你要我解释给你听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吗？你爱解释不解释，我走了。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你的老公才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男人。吃什么醋？你还吃我的醋你？好男人都爱吃醋。那晚上给你提溜2盆醋回来。你走啊，你不是急着走吗？你这个样子我走得了吗？
于小强同志，请你好好工作，认真学习。晚上上课的时候，请你把你的结婚戒指戴好，不要拿下来。好的啊。哎 ，It's nice to be with you. With you, with you， 拜拜。请进。嘿，于主管，你来得正好，我有东西给你，你坐。这些都是我替你做的一些单词跟短句的卡，你回去贴在家里，随时看，随时念，这会帮助你记忆的。哎呀，谢谢啊，想得真周到。记住学英语一定要多练。Had better。其实我今天来是想跟你说声对不起，你没有感冒吧？感冒倒是没有，能跟你一起享受流星雨，是我的幸运。可我也过敏了。过敏？皮肤过敏。昨天那些不是什么水来的，一定是脏水。脏水？不会。你怎么知道？倒水的人找到了。哦，那倒没有，只是我想，我们那个楼里的人肯定不会泼脏水的。但不知道为什么昨天回家，怎么洗都没用，全身总是痒痒的。可是我怎么没事啊？我这个人有洁癖，总觉得哪些水不干净。我知道了，因为你从国外刚回来，可能会有点水土不服，也有可能是心理作用。也许吧。哎呀，但是这真难受。你鼻子过敏，打喷嚏就好，我这痒痒的，怎么疗也不行。实在不行，你喷点香水吧。喷香水为什么？你浑身香喷喷的，可能就会忘记那是盆脏水了。那不行，我宁可自己过敏，也不能让你再过敏。哎呀！你不知道，佳明一盆水咣叽一下就浇我俩头上了，直接就给我浇成汉奸头了。真的？我都无语了。我既不敢告诉弗兰克教我们俩的那个人是谁，我也不敢跟佳明吵。我得照顾他的情绪啊！哦，毕竟一个男人送自己的老婆回家，还做那样的动作，说那样的话，他心里肯定不好受。哎，他长得什么样？帅吗？让我见一下好吗？一会儿他就会来吃饭的。介绍我们认识一下吧，我帮你解围。去你的，别烦人了。哎呀，就当是给我介绍男朋友还不行吗？那我对得起小熊吗？哎，那你还有包佳明了呢，也没有叫停别人对你的追求啊。所以我现在感觉压力特别大。你快吃饭啊！我不吃，我怕呀，把那个菜叶子弄在牙齿上面，待会儿见到帅哥，那样太不礼貌了。不好意思，打扰一下。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 Frank， 这位就是我的女朋友。你好，我是于小强的女朋友，我叫芳芳，很高兴和你认识。你好。你好，哎，要不要过来跟我们一块吃饭啊？不，我来是提醒于总管，明天晚上别忘了上课。哦，好的。哎，还有，我过敏好了。啊，怎么好的？我喷香水。哎，你放心，不是那个古龙水。啊。你们慢慢。哇塞，真的好帅哦！哎呦，哎，我跟你说啊，小强，他比那个刘光耀要亲切，比包佳明呢要成熟。哎呦，他是必属于那种典型的完美熟男，你知不知道？知不知道啊？我跟你说啊，于小强，我好妒忌你的。你说你凭什么啦？你凭什么那么招男人啊？你小点声行不行？哦，
我哪知道呀？自从我离婚之后，我的桃花就特别旺。哎，我问你啊，你肯定没有跟这个弗兰克说你已经结婚了。我跟他说我已经离婚了。哎，那你为什么不再加上一句你又再婚了呢？谁没事干就谈自己的隐私呢？那天是刘光耀过来了，被他看见了，我才说这是我的前夫。切，正确的说法是介绍完前任，再加上一句我又再婚了，这样才对。哎呀，我们俩只是工作关系，我跟他又没那么熟，我干嘛跟人家说啊我离婚了，我又再婚了？你是不是特别享受他对你的追求啊？嗯，是不是？是不是啊？是，还老说男人花心。要我说呀，女人更花心。女人的花心呢，是藏在花蕊里的，不容易被人家轻易发现而已。不是被你发现了吗？我告诉你，滚！我是双鱼座，喜欢幻想，愿意享受那种浪漫的感觉。这样好像不太好。知道就好。我已经离过1次婚了，而且我现在的家庭这么幸福，我真的是太不满足了。我一定要悬崖勒马，回头是岸。我绝对不能让我老公再吃醋了。我要约上佳明，约上弗兰克，我们3个人一起吃一顿饭。我要告诉佳明，我们俩只是同事关系，然后告诉弗兰克，我已经结婚了。你觉得这样行吗？我觉得可以呀。但是我们3个在一起吃饭会不会很尴尬？尴尬，这个饭也要吃的。我告诉你啊，于小强，刚才我已经从这个弗兰克的眼睛里面看出来了，他已经爱上你了。哎，满眼的都是爱情，爱情，爱情。怎么整天像打了鸡血一样？吃饭吧。没胃口。浪费粮食就是犯罪。那你先吃了吧。不好意思啊，又来打扰你。坐吧。怎么样，弗兰克给你看的还行吧？谢谢你给我介绍了弗兰克这么好的医生。虽然他没有保证能够治愈，可至少给我希望了。那也是个好消息。而且我还要感谢你，关照弗兰克说我是你的亲属。投桃报李，我要帮你。帮我？我觉得你应该找老太太谈一次。我发现自从那次庭前调解之后，她对打官司没有以前那么坚持了。打官司我肯定赢，坚持也没用。那你干嘛不趁热打铁，劝老太太放弃这官司呢？这样对你是有利的呀。而且我们都知道，老刘是个孝子。如果老太太同意放弃了，我想这个官司她也不会坚持打吧。你为什么要帮我呢？说白了，我也是在帮我自己。我不想当后妈。明白了。明天是周末，我会把老刘约出去，剩下的就交给你了。Fill in, F-I-L-L, fill in. Address, A-D-D-R-E-S-S. 于小强，你还睡不睡啦？哎呀，慢睡，别吵了，烦死了。你非要在睡觉的时候背单词吗？老师说了，每天晚上这单词都要记一遍的。那你是记单词呢，还是记老师呢？这卡片是老师写的吧？对。我告诉你啊，于小强，以后这些卡片你不许带进卧室，更不许带到床上来。我也是为工作才学英语的嘛，你别老这么阴一句阳一句的。你要是反对，你就明说。好，我明说。他要是正儿八经教你英语，我不反对。但他要是有别的想法，没门儿。人家会有什么想法？怎么不会有别的想法呀？我要是他的话，我也会对你有想法。你看你这么优秀啊，这么端庄，
大方，有气质，啊，有想法很正常嘛。哎，你别胡思乱想了。我也想好了，哪天我们俩一起约弗兰克吃顿饭，你就放心了，对吧？那你是要正式的向这个 Frank 介绍你老公？你本来就是我老公啊。什么叫我本来就是你老公？那我还是你什么呀？你还是我孩子他爹。My true love, my life, my everything。哎呀呀呀，这2句儿童英语学的不错嘛。行吧，你好好跟 Frank 学吧啊。我还有件事没跟你说呢。兰心今天找过我了，她说我婆婆阿红对打官司有点打退堂鼓的意思了，所以她想让我找她去谈一次。你怎么想的？我想找她谈一次，因为我不想打官司。我不知道你同意不同意我去。你当然要去了。为什么呀？打官司对毛毛不好。你咋这么好？ Because I'm your husband, your life, your love, your everything。你说英语，我的鸡皮疙瘩都要出来。你说的贼好，特别好，真的。我不是 Frank。我说你说的好，我已经说你说的好了吗 ？Frank 是 ABC， 我是波泼莫。没事吧，宝？生命中的相遇是缘来又缘去，你是否会在意我孤单的美丽？岁月慢慢老去，是否还来得及说一声在一起？真的不容易。爱情的故事有悲也有喜，只要有你陪我在这里。生活在继续，难免有风雨，幸福就是相伴走下去。爱到底，我们不会再在一起，永远不要再分离。爱到底，无论以后在哪里，为了幸福，我们爱到底。不会再分离，爱到底，无论以后在哪里，为了幸福，我们爱到底。爱到底，我们不会再永远不会再分离。爱到底，无论以后在哪里，
为了幸福，我们爱到底。为了幸福，我们爱。